很多人以为短剧演员只要长得好看就能红，但今天我要告诉你，翟一莹的故事完全不是这样的。2025年下半年，她能同时用2部剧霸占热度榜前10，这种自己打自己的盛况，在短剧圈子里几乎没人做到过。今天我们就来聊聊翟一莹到底凭什么让这么多人心甘情愿地喜欢她。翟一莹，2002年出生，河南姑娘。从上海震旦职业学院戏剧影视表演专业毕业以后，她没有立刻大红大紫，而是一步一步从配角演到主演，从几万块成本的小短剧演到几百万投资的 S 级项目。2024年，她成立了自己的文艺工作室。谁也没想到，2025年会成为她真正意义上的爆发年，也没人能预料到，这一年结束的时候，她会同时手握2部霸榜作品。有意思的是，网上一直有一种声音说翟一莹万人适配，什么角色都能演。可正因为这样，反而缺乏棱角，没有自己的风格，甚至有人说她像一个万能插座，插哪儿都能用，却没有属于自己的电压。这句话乍一听好像有点道理，但你看完接下来的内容，可能会有完全不一样的答案。先说说最直观的3个理由。第一，颜值。当然了，美这个东西见仁见智，但翟一莹的长相属于那种耐看型，越看越舒服，不是那种一眼惊艳3眼就腻的类型。第二，善良。合作过的人提到她，几乎没人说过一句差评。她不愿意为难别人，也不会在背后说人闲话。剧组里公认，她是那种宁可自己多做一点，也不愿意让别人为难的人。第三，情绪稳定。片场压力大，进度紧，通宵是常态，但翟一莹很少崩溃发脾气。这种稳定的状态让她成了剧组里最让人省心的演员之一。但说实话，这3点放在任何一个走红的女演员身上，好像都成立。颜值高，脾气好，几乎是这个行业的入场券，而不是加分项。当然，也不是所有人都买账，也有观众直言，觉得她接的角色套路太像，看多了容易审美疲劳。这种声音一直存在，从来没消失过。但真正让翟一莹留住观众，甚至让观众愿意反复安利她的，从来不是颜值和脾气这3样。第4个理由，才华。翟一莹的演技是那种肉眼可见地在进步。在初次尝鲜里，有一场女主角等男主角的戏，没有一句台词，就是风吹起头发，她低头笑了一下，仅仅20秒。就是这20秒，让全场观众愣住了。弹幕里刷的最多的一句话是：青涩感太真了，感觉自己也回到了18岁。这种不靠台词，纯靠状态撑起来的表演，很多演技派前辈都未必做得到，何况是一个短剧演员，在这个平均每集只有1-2分钟，恨不得每3秒一个反转的赛道里。第5个理由，责任心。短剧拍摄周期极短，一部剧可能10几天就要全部拍完，翟一莹却经常主动加练，愿意为了一个镜头反复重来，把风险自己扛下来，也不愿意用替身或者省事的拍法糊弄观众。据说在拍一场雨戏的时候，他坚持不用替身，连续淋了7条，只为了那个眼神能对上。第6个理由，聪明。他不是那种只会照着剧本念台词的演员，据说他经常会在片场提出想法，加一些剧本之外的小动作、小细节，而这些临场发挥，最后反而成了整场戏最出彩的地方。导演和编剧都愿意听他的建议，甚至会专门为他的想法调整拍摄计划。如果你也觉得这样的演员真的不简单，记得点个赞，让更多人看到翟一莹的故事。第7个理由，人缘好。跟他合作过的搭档，不管是男主角还是女配角，采访里提到翟一莹，几乎都是清一色的好评，说她好相处，不摆架子，就连以前合作过又没再续约的团队，提起她也没有半句怨言。第8个理由，会来事。片场气氛紧张的时候，他总能想办法把大家逗笑，是那种擅长活跃气氛的人。剧组里工作人员说，只要他在，剧组的气氛就不会太差。这几个特质叠加在一起，才有了2025年下半年那个让整个短剧圈都惊讶的画面。初次尝鲜上线首日热度值就冲到7000多万，一举登上热播榜和新剧榜前2。同一周，《太阳的背面》热度也冲到6000多万，稳居榜单前4。2部戏同一个主演，同时杀进榜单前10，这种自己打自己的战绩，在这个赛道里真的不常见，甚至可以说几乎没有先例。
评论区告诉我，你是被翟一莹哪一部作品圈粉的？回到前面那个问题，翟一莹真的只是万人适配，没有自己的风格吗？从青春校园恋的那时喜欢你，到暗黑复仇剧《太阳的背面》，再到病娇爱情向的《星星奇缘》，翟一莹几乎把短剧最主流的几种类型都走了一遍。她能演清纯，也能演狠戾，能演软糯，也能演偏执。与其说这是缺乏个性，不如说这恰恰是她最大的底气。很多演员一辈子只能被困在一种人设里，观众记住的永远是同一张脸，同一种表情。而翟一莹的可塑性，让她有了更多的可能性，也让她在这个更新极快的行业里，始终不容易被替代。第9个理由，可爱。她在一些采访和花絮里的表情，配上剧里那些又甜又萌的背景音乐，被网友剪成了各种表情包。弹幕里总有人说，她 BGM 一响，人就化了。这种不刻意的可爱，反而是最戳人的。比起精心设计的卖萌，观众更买账的，永远是这种藏不住的真实反应。第10个理由，也是最直接的一个，喜欢他真的不需要理由。有粉丝说的很实在，喜欢一个人有时候就是没有原因，就是看到他心里会觉得很舒服。翟一莹的走红从来不是偶然，而是一点一滴积累出来的结果。他证明了一件事，在短剧这个竞争越来越激烈的赛道上，真正能够留住观众的，从来不是短暂的话题热度，也不是铺天盖地的营销，而是演员扎实的表演能力和真实自然的情绪表达。他演绎角色时，总能让观众忘记这是在演戏，而是真正相信角色正在经历那些喜怒哀乐。也正因为如此，他的每一次出场都能带给观众新的惊喜和期待。如今，越来越多的观众开始重新认识短剧市场，因为像翟一莹这样的演员正在不断提升整个行业的表演标准。眼下，他主演的古装新剧《宫墙许良人》已经正式开机，虽然尚未播出，却已经引发了大量讨论和期待。大家关注的不只是剧情，更期待他是否会再次突破自我，用新的角色证明自己的成长。如果说过去的成功来自努力，那么未来的每一次亮相都将成为他继续向更高舞台迈进的重要一步。真正的偶像感从来不是毫无瑕疵，也不是刻意营造出来的完美人设，而是在聚光灯下依然保持真实，在鲜花与掌声之外依旧坚持努力。翟一莹最打动人的地方，恰恰就在于这种真实。她没有依赖流量标签去定义自己，而是用一部又一部作品，让观众看见她不断成长、不断突破的过程。每一个角色背后的认真揣摩，每一次表演中的细节处理，都在悄悄累积观众对他的信任与认可。对于演员来说，真正能够走得长远的，从来不是一时的爆红，而是持续不断的用作品回应期待，用实力赢得尊重。观众最终记住的，也不会只是一个漂亮的名字，而是那个一路坚持、一步一个脚印向前走的人。或许这正是翟一莹身上最珍贵也最具有感染力的地方，她让大家相信，真正的成功从来不是幸运，而是努力、坚持与真诚共同积累出来的结果。这份真实，也正是她未来拥有无限可能的最大底气。我们下期见。